这个男人不只是所有鬼的始祖，他的一生更像是一场彻底的诅咒。从命运的起点开始，他就不断和死亡擦肩。为了活下去，他不惜将无数人拖入黑暗。所以今天这期，我就带大家走进鬼武士无惨的一生。力を手に入れたのだ。永遠の力を。故事要从他还没出生的时候说起，在母亲的子宫里，无惨的心脏就已经停跳过好几次，医生甚至断定他是个死胎，没有脉搏，没有呼吸。按照当时的习俗，他马上就要被送去火化。结果就在点火之前，婴儿无惨突然放声大哭，就这样他死而复生，像是硬生生从地狱里爬了出来。长大后，无惨被诊断出了一种怪病，20岁之前必死无疑。绝望的他遇到了一位医生，这个医生给他开了一种实验性质的药方——蓝色彼岸花。可药效一时没见起色，无惨觉得自己被耍了，怒火攻心，直接把医生杀了。然而等他冷静下来，才发现药其实正在发挥作用，他的身体越来越强壮，但代价是什么呢？他发现自己必须吞食人肉才能活下去，这点对无惨来说不算什么，他毫不在意。真正的噩梦在后面，他发现自己一旦沐浴阳光，就会被烈焰灼烧，痛苦到无法忍受。就在这时，无惨第一次后悔了，他明白那个医生还没完成最后的治疗，而自己却亲手杀了他。于是他开始疯狂寻找蓝色彼岸花，可惜整个日本都找遍了，依然没有踪影。从那一刻开始，无惨心里只有一个执念，一定要再次走进阳光。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他创造了无数的鬼，希望有朝一日能出现一个能克服阳光的存在。几百年过去，这个执念也成了他活下去的唯一意义。时间来到平安时代后期，无惨遇到了一位身患重病的女子朱氏。当时的朱氏只想多活一段时间，好亲眼看着自己的孩子长大。于是她接受了无惨的提议，变成了鬼。可刚成为鬼的朱氏根本无法控制自己，为了活下去，她亲手杀死了自己的丈夫和孩子，还屠戮了另一群人。这一切让她痛苦到极点。从那一刻起，她对无惨只有无尽的憎恨。但问题是，无惨太强了，根本没法反抗。于是她只能假装顺从，成了无惨的仆人，跟在他身边。后来无惨又遇到了一个特殊的鬼杀队剑士，此人名叫纪国延胜，纪国元一的哥哥。他是月之呼吸的使用者，同时还是个斑纹拥有者。所谓的斑纹，就是能大幅提升力量的印记，但代价是寿命会在25岁之前结束。延胜心里一直不甘心，他嫉妒弟弟纪国元一的天赋，渴望更强大的力量。无惨看穿了他的欲望，提出了交易：你想不想永远活下去？想不想无限磨练呼吸法，变得更强？面对这样的诱惑，延胜选择了屈服。无惨给了他超高浓度的血液，3天3夜后，他成功蜕变成鬼，取名黑死谋。自此，12鬼月最恐怖的上弦一诞生了。黑死谋诞生不久，无惨就遇到了一个真正让他恐惧的人，这个人正是纪国元一。当两人第一次碰面时，元一几乎瞬间就察觉到无惨身上滔天的恶意，形容他就像沸腾的岩浆，充满毁灭。而无惨呢，他看着元一，却完全没把他放在眼里。在他看来，这个人类并没有什么可怕之处。于是无惨先发制人，直接出手想要秒杀元一。可元一轻松躲开了攻击，还一眼就看穿了无惨身体的秘密。他体内居然有7个心脏、5个大脑，而且这些器官会不断在身体里游走。换句话说，只要没能同时击碎这些核心，无惨几乎就是不死之身。就在那一刻，元一做了件惊天的事，他把所有呼吸法的招式融合成一招，让自己的刀刃瞬间变成了赤红色，然后一剑斩下，直接命中了无惨体内所有的弱点。这是无惨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恐惧，他的身体被彻底劈开，鲜血横飞，伤口无法愈合。无惨就这样跪在血泊中，呆滞地盯着元一。何が楽しい、何が面白い、命を何だと思っているんだ。但无惨根本没有回答的余地，他满心只有愤怒与恐惧。就在元一准备结束他时，无惨孤注一掷，他强行把身体炸裂成无数碎片，企图逃生。元一虽然拼尽全力斩碎了绝大多数，但还是有几块肉块逃脱了。凭着这些残片，无惨再次重生。自此以后，无惨心里留下了最深的阴影。他第一次意识到，这世上真的有人能杀死自己，那个人不是别人，正是纪国元一。而为了避免再出现第二个元一，无惨命令黑死谋去屠杀所有日之呼吸的传人，想要彻底斩断威胁自己的可能。有一次，他听说某个地方发生了惨案，整整67个人被杀。无惨心想，这肯定是鬼干的，于是亲自赶去查看。结果一看，他愣住了，凶手竟然是个人类，一个年仅18岁的青年柏志。柏志因为丧妻丧父，心里早已一片死寂。为了发泄，他失控般屠杀了毒杀师傅和爱人的剑士道观的所有人。无惨并没有因为他的疯狂而感到满意，反而带着失望。
柏志愤怒地威胁无惨，但下一秒他的头就被无惨一拳贯穿。在死亡边缘，无惨提出了诱惑：想不想变得更强？想不想忘掉痛苦，获得永生？已经彻底绝望的柏志没有拒绝，他放弃了人类的身份，接受了无惨的血。很快，他体内的细胞燃烧、撕裂、重组，变成了一个全新的生命体。这就是一窝座12鬼月上弦3诞生了。无惨的计划也在这一刻逐渐成型，他陆续挑选培育出最强大的12只鬼，组成了直属军团12鬼月，给予他们越多的血，就能换来更恐怖的力量。从此，鬼杀队与无惨的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时间来到大正时期，无惨终于找到了一个特别的家族——灶门家。这个家族世代守护着日之呼吸的传承。可无惨并没有立刻杀光所有人，他给灶门家注入了自己的血，想要赌一把能不能制造出一个能够抵御阳光的鬼。结果失败了，家人们因为血液毒性太强，当场死亡。他没有察觉到，在尸堆里有一个幸存者，那就是灶门祢豆子。他虽然成了鬼，却保留了人类的情感，最终走上了与哥哥炭治郎并肩战斗的道路。这一夜彻底改变了炭治郎的人生，他背负起血海深仇，也从此走上了与无惨的宿命之战。时间来到东京浅草，人潮熙攘，灯火辉煌。炭治郎在人群中闻到了一股熟悉的气味，那是他永远不会忘记的气味。杀害全家，让祢豆子变成鬼的凶手，鬼武士无惨。炭治郎怒火中烧，冲上前去质问，可眼前的画面却让他愣住了。无惨竟然穿着笔挺的西装，牵着妻子和年幼的女儿，活脱脱就是个普通的家庭男人。无惨的女儿天真的抬头问：誰？无惨微笑着，淡淡回答：“认错人了吧？我们不认识他。”下一秒，他伸手轻轻一划，把路过的一个男人瞬间变成了鬼。人群立刻陷入混乱，炭治郎只能拼命控制住那名暴走的路人，眼睁睁看着无惨带着家人消失在人潮。那一刻，观众心里都会涌起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无惨并不是躲在黑夜里的怪物，他就大大方方混迹在凡人之间。这种看似正常却随时能夺命的压迫感，才是最恐怖的地方。事后，无惨把妻女送回家，自己一个人走进小巷。这时，一个醉汉撞到了他，还口出狂言。话音未落，他伸出手指，直接刺进女人额头，注入大量血液，把她活活融化成血肉。随后，他召来了手下朱砂丸和史帕羽，命令他们去猎杀炭治郎。接下来就是无惨最经典的恐怖场面之一，在下弦之一磊被斩杀后，无惨震怒，把所有下弦鬼召集到无限城。这一次，他没有以男性的模样出现，而是变成了一位冷艳的女性。下弦鬼们战战兢兢地跪在他面前，不敢抬头。可无惨的脸色却越来越冷，他斥责下弦鬼太过无能，连区区一个柱和几个小鬼杀队都对付不了。更可怕的是，无惨能直接读取他们的心声。有个下弦心里暗暗抱怨了一句，他立刻被无惨当场杀死。还有一个胆敢求多一点血液，想要变强的鬼也直接被撕碎，毫无商量余地。随着一个个下弦被屠杀，只剩下下弦之一眼梦。坦听了，微微一笑，便把大量血液灌进他体内。眼梦几乎要被血液撑爆，但最终撑了下来。这一幕不仅展现了无惨的冷酷无情，也让观众看到了鬼王真正的压迫感。在他面前，哪怕是鬼，也只是蝼蚁。进入无限列车篇，这一次无惨没有用大人或女人的外形，而是化身为一个皮肤病缠身的小男孩，假装是个体弱多病的少爷。他继续混迹在人类社会，暗中操控。与此同时，眼梦得到任务，登上了那列注定要成为血色舞台的无限列车。最终的结果大家都知道，炼狱幸寿郎岩柱英勇牺牲，眼梦被炭治郎等人斩杀，而接替出手的是上弦之3一窝座。战斗过后，一窝座回去向无惨禀报，他兴奋地宣布自己杀死了柱，可无惨的脸色却没有丝毫高興。たかが柱、それを始末したからなんだというのか。鬼が人間に勝つのは当然のことだろう。私の望みは鬼殺隊の殲滅。一人残らず叩き殺して。二度と私の視界に入らせないこと。複雑なことではないはずだ。それなのに未だ叶わぬ。どういうことなんだ？在无惨眼里，杀死一名柱根本不算胜利。对他来说，真正重要的只有2个目标：一是找到能克服阳光的办法，二是永远消灭日之呼吸的威胁。所以，即便岩柱死了，他也完全不在乎。这就是鬼武士无惨，一个连胜利都无法满足他的存在。时间来到花街篇，在红灯区里，无惨亲自现身，找到了上弦之6舵姬。私はお前に期待しているんだ。お前は誰より美しい、そして強い。
柱を7人葬った。これからももっともっと強くなる、残酷になる特別な鬼だ。随后，他又提醒舵姬注意炭治郎一行。无惨将猎杀祢豆子的任务交给了他，但大家都知道，最终舵姬和继父太郎双双被击败。战斗的失利让无惨彻底爆发了，于是他召集所有上弦鬼，召开了一次恐怖的无限城会议，场景极具压迫感。无惨倒挂在天花板上，冷眼俯视所有上弦。私が嫌いなものは変化だ。状況の変化、肉体の変化、感情の変化、あらゆる変化はほとんどの場合劣化だ、衰えなのだ。私が好きなものは不変、完璧な状態で永遠に変わらないこと。他毫不掩饰地表达出，在他眼里，所有鬼都是工具，唯一的使命就是替他完成目标。最后，无惨下达命令，让玉虎与半天狗出征，去摧毁刀匠村，因为那里是鬼杀队最重要的后勤基地。这场会议之后，故事的舞台也逐渐走向了最终的对决。刀匠村之战落幕后，无惨收到了一个让他振奋到极点的消息。通过半天狗的视野，他亲眼看到了灶门祢豆子竟然真的能在阳光下行动。这一刻，无惨彻底狂喜，他心心念念了几百年的执念终于有了答案，祢豆子就是那唯一的太阳之鬼。他当时伪装成一个小男孩，养父母正在屋内关心他，可无惨根本顾不上掩饰，他瞬间失去耐性，反手就把养母和女仆杀死，眼神里燃烧着疯狂的渴望。在他眼里，祢豆子已经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个鬼，它是钥匙，是让他彻底摆脱黑夜、拥抱太阳的唯一希望。从这一刻起，所有的目标都不再重要，唯一的任务就是夺取祢豆子。祢豆子能在阳光下行走的消息让无惨按捺不住，他决定亲自出手，指导鬼杀队的核心产无夫。这一晚，无惨悄然降临在产无夫的府邸。他在院落中看到了那个常年病榻缠身、形容虚弱的男人产无夫耀哉，这个一生都在率领鬼杀隊与无惨抗争的家族继承人。无惨冷笑着俯视他。私は心底興ざめしたよ、産屋敷。身の程もわきまえず、1000年にもわたり私の邪魔ばかりしてきた一族の長がこのようなざまで。醜い、なんとも醜い。お前からはすでに屍の匂いがするぞ、産屋敷よ。但产无夫耀哉听到这番话却毫不生气，反而猜测出只要无惨死了，所有鬼就会全部死亡。无惨立即大怒，脸色一沉，伸出手准备直接抹杀耀哉。可就在这时，整个宅邸轰然爆炸，耀哉早已布下了陷阱，他用自己的生命当作引子，将府邸化为火海与碎片。无惨虽凭强大再生力幸存，但全身被重创，身体的恢复速度远不如以往。就在这个瞬间，朱氏出现了，他释放血鬼术，趁机将特制的药剂注入无惨体内，一种能把鬼变回人类的药。无惨怒吼着挣扎，但还没等他恢复，岩柱悲鸣与风柱不死川等人已经杀到。从这一刻起，最终决战正式打响，大地开始震动，整座宅邸仿佛被无形的巨手拉扯，空间瞬间扭曲塌陷，无限城降临。无惨命令冥女释放血鬼术，周围的所有鬼杀队成员被强行卷入这片无尽的地宫。高低错落的楼阁、悬空的长桥、旋转的房间，所有人都被打散，落入不同战场。这是无惨的主场，他要在这里将所有猎物一一屠戮。无惨冷笑着宣布：これで私を追い詰めたつもりか。貴様らがこれから行くのは地獄だ。目障りの鬼狩りども。今宵皆殺しにしてやろう。随着无惨的话音落下，这场战斗也很快拉开帷幕，柱们纷纷与上弦展开殊死搏斗，上弦接连陨落，鬼杀队付出惨烈代价。终于，众人追寻到无惨的所在。此时的无惨已经彻底展现了他的恐怖本性，他挥舞着血肉化成的鞭刃，速度与力量远超任何上弦。水柱富冈义勇与炭治郎联手迎击，可无惨冷冷地嘲讽炭治郎：“你的家人死去不过是自然灾害，就像风暴、地震、火山喷发，人类根本无法对抗天灾，你活下来就该庆幸，而不是妄想复仇。”这番话让炭治郎彻底怒吼：“你不该存在于这个世上！”
战斗随即爆发，炼柱甘露寺、蛇柱一黑也相继赶到，战场彻底混乱。但即便3名柱联手，也完全压制不住无惨。他像是无尽的死神，轻描淡写之间就能逼得他们濒临绝境。战斗愈演愈烈，无惨与鬼杀队的宿命对决终于迎来了最残酷的高潮。无限城崩塌，无惨和众人一起被卷到地面，真正的最终战场展开了。此时天色微明，产无夫继子们下达了唯一的命令，拖住无惨1个半小时，直到太阳升起。无惨怒吼着冲出废墟，他的背脊猛地张开，生出无数带刃的脊椎鞭，疯狂横扫，一鞭下去，大地撕裂，房屋粉碎，几十名鬼杀队剑士当场惨死，但没有人退缩。那些普通的队员们义无反顾地扑上去，用自己的身体去挡无惨的攻击。他们明知道一触即死，却还是咬牙大喊，把希望交给柱们。无惨冷笑：“你们能死得这么快，算是幸运了，不像那小子炭治郎。”此时的炭治郎脸庞被无惨的血液灼烧，已经扭曲变形。无惨得意地说：“我早在之前就把血打进了你的身体，你的肉体正在崩坏，你已经是死人了。”战场另一侧，蛇柱一黑、炼柱甘露寺、炎柱悲鸣雨、风柱不死川全部陷入苦战。无惨的恢复力太过惊人，即便刀刃变红，也只能勉强延缓他的再生速度。就在这时，无惨甩出无数条长鞭，鬼杀队众人在这一击下全都重伤倒地。在香奈乎即将被无惨杀死时，炭治郎醒了，救下了香奈乎。他死死盯着无惨，用尽全力挥刀。随着战斗的持续，无惨逐渐感到不对劲，他明明拥有无穷的再生力，可身体却越来越迟缓，动作也不如从前敏捷。就在这时，他终于意识到那是朱氏留下的药在发挥作用。无惨愤怒地在心里咆哮：“那女人到底在我体内注入了什么？”他试着与残留在细胞中的朱氏意识对话，想要探明药效，可朱氏的声音只是冷冷回应：“你惧怕的死亡正在一步步逼近。”无惨这才彻底明白，朱氏的药并不只是让鬼变回人类，他还暗中加入了多重毒素，其中最致命的一种竟然是加速衰老。他的身体以每1分钟衰老50年的速度在崩坏，换算下来，短短3个小时，他等于老去了9000年。对于无惨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恐惧。几百年来，他从未想过自己会因时间而被击败。每一次挥鞭，他都能感受到体内细胞在崩裂，无法再轻易复原。而炭治郎看准时机，再次发动日之呼吸，一式接一式，连续斩向无惨，刀刃化作炽热赤光，宛如把元一的影子重新投射到战场。战斗继续，无惨的身体越来越沉重，他心里终于生出一种陌生的感觉，焦虑。他很清楚，如果再这样下去，自己会在天亮前被磨死。于是他打算故技重施，就像当年与纪国元一战斗时那样，把身体分裂成无数肉块，逃出升天。可就在他准备分裂时，身体却僵住了。他愣住，瞬间意识到朱氏的药还有第3层效果，不仅让他衰老，还抑制细胞分裂。这意味着他已经失去了最后的逃生手段。与此同时，鬼杀队员们已经看准机会，刀刀逼近。随着时间一点点逼近黎明，无惨彻底疯狂了。他怒吼着，背后长出的鞭刃横扫一切，鬼杀队员成片倒下，可他自己也已经支撑不住。在绝望的挣扎中，他做出了最诡异的举动，无惨的身体开始膨胀扭曲，最终化成了一个巨大的婴儿模样。那是他最后的求生本能，用庞大的肉体把自己包裹起来，强行拖延到天亮之后。更恐怖的是，他把炭治郎硬生生吸进了身体里，像是想借此当做盾牌，甚至企图把炭治郎一同吞噬殆尽。鬼杀队员们拼死堵住他的去路，用车子、房梁，甚至自己的身体去压住那庞大的肉团。他们明知道这样做几乎等于送死，却仍旧咬牙顶住。无惨嘶吼着往前爬，每一寸都像是绝望的挣扎。可随着第一缕晨光洒落，他的皮肤开始冒烟燃烧。这位不可一世的鬼之王终于迎来了最致命的敌人黎明。无惨最后的疯狂是把炭治郎彻底同化，想让他继承鬼王的力量，继续存活。可即便如此，他依旧无法逃过天道。随着最后一声不甘的怒吼，鬼舞池无惨，这个统治黑夜1000年的鬼之王终于在阳光下灰飞烟灭，血肉化为尘埃，彻底消散在风中。那一刻，1000年战斗的终结终于到来，无数人用生命换来的黎明终于照耀在幸存者的脸庞上，鬼的时代彻底落幕，而炭治郎与伙伴们也背负着王者的遗志，迎来了真正的未来。到这里，鬼武士无惨的一生终于彻底落幕。从他出生那一刻起，就注定背负着死亡的恐惧。为了活下去，他疯狂、冷血、残忍，把整个世界都拖进了黑夜。可最终呢？无论他如何挣扎，如何自称完美，仍旧敌不过最普通、最自然的力量——太阳。或许这才是鬼灭之刃真正想告诉我们的：人类的羁绊、执念与希望，才是能终结黑暗的光。无惨燃尽的那一刻，1000年的诅咒终结了。鬼杀队拼死换来的黎明，也终于照耀在了所有人的脸上。黑夜再长，也终会迎来日出。
而炭治郎与伙伴们也背负着王者的遗志，迎来了真正的未来。到这里，鬼武士无惨的一生终于彻底落幕。